阿平今天實在是太拼了，一大早也不吃飯，就背着乖寶在地裡幹農活。他這又是要幹什麼呢？但不得不說，乖寶是真的聽話，跟着媽媽鋤地，既不哭也不鬧，趴在媽媽背上，竟然還睡着了。這場面看起來真的很溫馨。我們知道上一期，阿平帶着乖寶跑到深山裡割了一大筐番薯藤，背回家後，他將番薯藤上面的綠葉摘下来，拿到豬棚裡，把葉子餵給小豬。阿平家的小豬也是不挑食，他餵什麼小豬們就吃什麼，你看他們吃的可香了。餵完豬之後，阿平心裡還是放不下屋裡的寶贝，腳步不自覺地快了幾分，急匆匆地往回走。果然小家伙越来越粘人了，手腳不停地亂動，嘴裡哼哼唧唧的，像是在不停地找安全感。阿平索性把宝宝重新背到背上，貼得緊緊的，這才讓孩子慢慢安靜下來。隨後他又走到門口，把之前準備好的番薯藤重新整理，一把一把地裝进箩筐裡，一手拿着鋤头，一手提着沉甸甸的箩筐。阿平一步步往上方的菜地走去，来到地裡時，他已經累得气喘吁吁，汗水順着額頭往下流，可他沒有停下來歇息，因為天色越來越陰沉了，烏雲被壓得很低，仿佛隨時都會下雨。阿平抓緊時間揮起鋤頭，一下一下地鋤着地，準備把番薯藤種在這片土地上。這時也能看到，他之前種下的玉米已經長得很高了，葉片茂盛，杆子結實，有些玉米棒子已經鼓了起來，隱約能看出裡面的分量。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發展。照這個勢頭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阿平就能迎來一次不錯的收成。鋤頭在他手中一次次落下，動作雖然重複，卻充滿力量。他日復一日這樣勞作，也不知道身體到底能不能扛得住。要是換成別人，恐怕早就吃不消了。說實話，連小編看了都感覺自愧不如。經過半天的忙活，這片菜地總算被鋤得鬆軟平整，而阿平也注意到可愛的乖寶已經在他背上睡着了。他這才背着寶寶回到屋裡，輕輕把孩子放回床上，準備正式開始種植番薯。他先哄了哄寶寶，見孩子情緒穩定了，便又趕到山坡上的地裡繼續幹活。只見阿平把挑選好的番薯藤一根一根地插進已經鋤好的土地裡。此時的土壤剛被雨水滋潤過，濕度正好，他相信這些頑強的番薯藤很快就能冒出翠綠的新芽。種植的過程中，阿平顯得格外小心，他輕輕地把老番薯藤插入鬆軟的泥土中，每一個動作都慢而穩。隨後他乾脆徒手覆土，把泥土一點點蓋在藤蔓上。他的動作熟練而有力，卻又帶着細緻，因為他很清楚，覆土太厚，番薯苗很難破土；覆土太薄，又起不到保護和保溫的作用。阿平在泥土與番薯藤之間不斷尋找着最合適的分寸，就像他在生活中為寶寶拿捏那份剛剛好的照顧。大約半個小時後，這片新的番薯地終於全部種完。阿平站在地頭，望着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，心裡滿是期待。他知道用不了多久，這裡就會變成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。忙完地裡的活，阿平又趕緊回屋看看寶寶。還好小家伙安安靜靜的，没有哭鬧。阿平也趁着这難得的空隙，穿上那雙舊睡鞋，拿起一把大鏟子，朝着下方的地裡走去。只見他徑直往豬圈的方向走去。至於接下來他還要忙什麼，咱們下期再慢慢揭曉。